想什么了？想我爸爸。难怪那边潮湿，他腰又不好，不知道会不会难受。放心，明天我一定救出他。海棠，明天跟港山的交易还是由我来完成。你跟林先生还有珍珠会见林。不行，如果我跟林先生不在，冈山是不会跟你谈的。陷阱设得再好，狐狸也不会往里跳的。更何况，你要跟念桥哥开西山号和轰炸机，根本分身乏术。张琪，战争年代，我不能总让你护着我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。你还记不记得7年前，我们一起飞的复兴号？怎么会不记得？那可是你的自由宣言。7年之后才能跟你真正站在一起并肩战斗。就算是死了，我也没什么好后悔的。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你说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先救我爸爸和林伯伯。我一个都不会放弃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你们是什么人？久闻林先生大名，中央航校运输大队奉命前来转运10余所的文物。有线人报，国宝5丁甲被先生私藏。根据政府立法院文物保护法，所有地下文物均为国家所有。现请交出5丁甲，由运输大队一并运往重庆。5丁甲是交给富华大学做研究用的，是得到了中央研究院的允许的。你们想要拿走5丁甲，必须要有中央研究院的手谕。想看手谕可以啊，不过要跟我回去看。林先生，请上车吧。那就不必了吧。等你们拿到了手谕之后，可以光明正大的到杭州来找我。海棠，站住！东西给我！你干嘛？不行，林先生，林先生。你们轻点儿。出动。这些都不是那个5丁甲。日本人再有半个小时就会轰炸这里，我没有时间跟你在这耗着。要么交出5丁甲，要么带我去找。想就这么走是没有可能的。东西呢？你们现在采取这样的手段，想从我这拿走5丁甲，那也是没有可能的。我没有那么多耐心。在我数到3之前，希望你好好想想5丁甲藏在哪儿，并且带我找到它。1、2，等等，北平的金志烈教授，是不是也和你们有关？什么？法眼禅师说过，
好语不可说尽啊。林先生，你说的金先生我不认识，也不晓得。既然大家已经撕破了脸，那我就让你心爱学生死在你面前，说不定你就想起来了。 什么人出来？是我。吓死我了！一会儿，咱俩配合一下。什么人出来？都别动！韩光中队听令：洞31 4点方向，洞95 8点方向，敌人有异动，立刻击毙。张启，韩光中队，张启啊，怎么哪儿都有你啊？你今天要是影响政训处公务，就算你有个好老子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洞31，瞄准陆副处长脑袋，我数到3，如果他不放下枪，立刻击毙。1、2，开枪啊！虚张声势，根本就没有人。张启，站在我面前的应该是你的未婚妻吧？那咱们来打个赌，看看是你的枪快，还是我的，还有洞31快。洞31，手抖了。下一次，直接瞄准陆副处长脑袋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收枪，然后马上离开。今天的事我当没发生过。我不管谁派你们来的，今天的事儿我绝不会再提起。如有违背，有如此瓦。朱座，他们在暗，我们在明，一会儿日本人飞机就快到了。 不行，我们先撤吧。收队。撤！韩棠，没事，我在呢。 海棠，林先生，日军轰炸机马上就要来了，赶紧跟我上车。好。哎呀，吓死了！哎呀，龙小姐，还好带了一把枪，本来是想带着玩的，没想到派上用场了。走。
走，走，林先生。我们走树林小路，离大路远一点，但是相对安全，不容易被敌机发现。张琪，你怎么会来北极阁？中队换防，刚好在南京。记得先生说过2天会来。你们都没受伤吧？我们都还好。幸好你来了，谢谢你啊。珍珠小姐，也谢谢你。应该谢谢冰冰，要不是他刚刚教我怎么开枪，我连保险栓怎么上都不知道。红那我会表扬你的，这次多亏你了。林先生，那个陆子怡是中央航校政训处的，在北平，他参与了复兴号备战。今天他出现在这儿，我怀疑他勾结日本人，走私科子甲骨。对了，林伯伯，刚刚您问那个人金先生的死是否跟他有关？金伯伯怎么了？怪不得100号大门紧闭，我还以为他暑假回湖南老家呢。海棠，你说那个住100号的金先生，可是复华大学的历史系教授金之烈？对，就是这个金教授。武丁甲一直是他在保管。这片甲片是我们研究阴代历法的一个重要依据。再结合南京10余所的那些刻字的龟甲和兽骨，我们可以准确地推断出阴代的历法。再结合我们的这些史书和典籍，我们就可以向全世界来证明中华信史的开端。但是现在啊，有一些日本侵略者别有用心，一直想抢走这片武丁甲，还有就是想阻挠我写阴代历法稿。金教授这些年一直是用生命在守护这片武丁甲，我想他最后的时候，一定是遇到了极大的说不出来的困难，才最后投湖自尽了，留下了一大堆的谜团呀。那林先生，金先生留下的谜，您解开了吗？我现在知道，他托朋友已经把武丁甲放在了杭州，我也找到了。林伯伯，那金先生到底为什么要投湖自尽啊？这个还不太清楚。我猜啊，你们刚刚说那位金先生，他这么做应该是想要切断一切线索，这样的话就好让那些想拿到武丁甲的人死了这条心。是的，很有可能。以前我总觉得金伯伯是个怪人，现在才知道，他是一个可以用生命去守护使命的人。是我没保护好金先生。你为什么这么说？金先生托付的那个人是我。金先生让我把武丁甲带回杭州之后，就再也不要去找他。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他早有布局，然后从容赴死，目的就是为了武丁甲通过我，安全地到达李先生手里。还有，陆子怡要来中央航校找的那个人，不是念乔，应该是我。我太大意了，居然没想到。张琪，你不用太自责。这位金先生就像你所说的，早就布好了局，做好了必死的决心。是啊，张琪，金先生把这么重要的东西交了给你，想必也是对你很信任了。对，张姐，如果没有你，我也不会找到这片武丁甲的。李先生，现在基于武丁甲的人众多，我怕面对武力你无法抵抗。如果你放心的话，不如将武丁甲
交给我保管。把甲片交给你，我当然是放心的。但是现在阴代历法考我还没有写完，在写书的时候还要时常参考这个甲片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把它放回到原处了。现在，中日之间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，但是在文化上，也是一场战争。金教授守护了这些年，就是为了这张武丁甲。我一定不能辜负金教授，在这场文化战争上面，我绝不能输。我明白了。在科氏加速度中，欧米伽是运动参考系的角速度 ，VR 是相对速度。这也被称为科里奥利加速度，也是我们作为飞行员最常用、最应该记住的一个公式。请说，队长，那科氏加速度不是在惯性系中的吗？念乔，你弟弟曾破山不错呀，不仅飞行学、航空学都是11期生中成绩最棒的。飞机制造、空军战术也最拔尖。今天教科氏加速度，念乔你还记得不？当年算的你哭出来，破山居然有新见解。破山是学文的吧？没想到能在这些科目上拔尖儿。何止学的拔尖，他现在能自己上手改瞄准器，改的还真不差。队长。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像是老先生见到爱徒，啊，慈眉善目的啊。我弟破山可是曾家的独苗，这随我父亲特别有才。什么独苗？别这么说。我是养子，海棠他们都知道。念乔，别老把养子这事挂嘴边上，亲恩不如养恩大。队长，听说孟家要南迁，不过去看看，交代几句？没什么好交代的，我也还不知道他心里的想法。现在这个局势，他还是跟家里避着战火，避着我比较好。畏首畏尾的，不像你。哎呀，要说海棠啊，那可是我最了解他。他虽然表面不爱说，但是心里可有主意了。你看上回你生病，他那么着急的给你炖汤，虽然说不好喝吧，我还没喝过呢。但用孟伯母的话说，那可是我们海棠第一次下厨啊。哎，队长，你是不是怕呀？你好歹还是教官呢。你看我弟弟破山，要不我让他过来教教你？你不也是教官吗？你还比我大呢，不也一个没拿下吗？你们俩都是一路货，咱队长啊，18朵花从来没浇过水，好不容易碰上这19朵看中了，还走一步退两步的，我看着都着急。哎，念乔，你呢？谁又喜欢你了？哎，我现在最惦记的就是10局，你说说，咱们一退再退，退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现在这个局势，咱们由主动变成被动，华东地区的制空权全面丢失，只有上海、南京还有飞机能搞夜袭。哎，不是聊感情的吗？怎么一竿子又捅到战士上去了？我们都是把脑袋别在腰带上的人，我呢，倒是宁愿守护着喜欢的姑娘，就像蝴蝶一样，让她自由自在飞多好呀，何必抓在手心里呢？哎，二哥，你经常出去给穷朋友寄钱，神神秘秘的，我们也没多问。现在想想，是不是背着我们藏了个嫂子呀？我跟你说，那还真不是。我父母和我弟弟都失联了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。我确实
给一些穷朋友寄钱。不像你们俩，是吧？花啊草啊什么的，我现在就是那些老朋友和你们这些兄弟们。哎，怎么着？你们二哥我长得不精神是吗？没事，二哥，等太平了，我让海棠给你介绍个女同学认识认识。哎呦喂，刚还说不想抓着手心里，不要人家，现在海棠叫的这么亲热，哎，那可是我妹妹。是啊，只能是你妹妹，不然你想以为是什么呀？行，弟妹啊，剑桥哥。哎，自从你救了他一直为了没有救那个学生兵而自责。我准备用军人的方式，好好开导他。李教官，走吧，二哥，咱们找汉勋他们。不去了，我去办点事。又出去？邮局。二哥，干嘛呢？认识啊？不认识啊。你来这儿干嘛？我不是说了吗？给我那些穷朋友寄钱。那咱们笕桥就有邮局，为什么你偏跑丁桥来寄呢？而且你总说给穷朋友寄钱，你的穷朋友到底是谁？不是，我说你最近怎么了？那么关心我？走，咱们换个地方聊聊。队长，想说什么？二哥，我观察你很久了，你平时看的那些书，你平时说的那些话，想说什么？直说。你是共产党。队长，今天吃错药了吧？还有每次你寄的钱，也不是寄给你朋友的，是寄给共产党的，对吧？你要是跟我开玩笑的话，开过了。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二哥，我一直在找我的家。你是丁焕生，所以我不怕告诉你。民国21年，我从复华退学，打算去美国。请问，还有少年漂泊者吗？不好意思，今天有读书会，最后几本都卖断货了。读书会啊，多谢。这是一个左翼文学作品，作者蒋光慈。作品发表于1926年。作品刚刚出版的时候啊，鲜有人知道，沉寂多时。可是到了1927年，却广受读者欢迎。这是为何？因为大革命的失败。1927年，国民党清共大屠杀，让太多的年轻人对中国政治的未来迷失了方向。中国的未来去向何方？
个人的未来又去向何方呢？左翼文学作品，恰恰是这个黑暗当中的一抹光亮。请问，今天是我们物理学会的读书会，不知各位老总有何贵干？有人举报你们富华读书会集体传阅反动书籍，这从何说起？请过目。这什么玩意儿？这个讲的呀，是当光正被电子偏转时，电子的动量会发生一系列不连续的变化，所以啊，位置测定的越准确，动量就测得越不准确。对！苏俄人常说，文字就是力量，文字就是武器。警察来了。把书给我。今天，谢谢你啊。你是富华的学生吧？物理系2年级，张琪。不过我刚办了退学手续，要去美国念军校。为什么要去美国念军校？刚才在书店听到先生讲课，中国的未来在何处？个人的未来又在何处？我也想知道。那就祝你一路平安吧，希望你能找到自己的答案。会找到的。哎，先生，我参加过左翼学生活动，我还听过您演讲，您还在一次游行途中救下过我。您真的不认得我了？当然记得。我记得那时候，我就跟您说过，我想，既然你选择了去美国读书，那你不妨把你自己的道路走走看。那位先生，应该就是共产党人。几个月前我又见到他了，这次我正式向他递交了入党申请，他收下了，却没有回复。我以为他们还是不肯接纳我。后来呢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他牺牲了。其实无数次我都在想，共产党员究竟是什么样的？现在我知道了，就像他那样。二哥，这么多年我早就看明白了，有些人总是寄希望于什么国际调停，动不动就要和谈。共产党就不一样，教育长都说了，共产党绝不投降。我想要追随的，必然是这么一个从不投降，而且一心为国为民的政党。队长，你今天说的话，我就当你是一时冲动，不会跟任何人说。绝对不是。918之后，我改了名字，弃文学习飞行，再到后来从军，为的就是为了帮中国找到启明的方向，可换来的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望。亲手炸掉复兴号那天，看到学生兵尸横遍野那天，
再后来，听到中共中央未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那天，我的心就明白了。我相信，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。二哥，在笕桥，你就像我的亲人一样，我不想再流浪了。你刚才说到你改过名字，其实我也改过名字。我15岁那年，从养父家逃出来，一路流浪。有一次险些被火车撞死，幸好遇到了一群人，他们救了我。这些人就像是我指路的明星，教会我很多东西，令我焕发了新生，所以我才改名叫焕生。我记得有一位姓罗的先生。他一身书卷气，我最喜欢他。他跟我说，如今的中国，看似在无边黑暗的大海上找寻不到方向，看似身处漆黑冰冷的长夜，但其实，他是站在海岸，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，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，一见光芒四射、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。说得真好。这些也是罗先生说的？不是，是润之先生说的。这段话出自于他的文章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》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是的，润之先生说，他是躁动于母腹中快要成熟的婴儿。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，抛却了一切老旧和一切陈腐。他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，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除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列强出中国，求得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。那群像星星一样的人，如今是在延安吗？对，他们在延安。二哥，你就是共产党人。对，我就是共产党员，所以我没找错人。所以二哥，请你带领我，请共产党带领我。好，我很欣慰，我没有看错你，我很高兴，罗叔也会为我高兴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这些火种是在我们手里一个接着一个传下去的。到那个时候，整个中国都会燃烧起来，天也会被照亮。二哥，你再多跟我说说，我不怕絮叨，我喜欢听你絮叨。无论是不是共产党，我们现在一起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：共赴国难，救国救民，就不能怕死。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的任务就是活着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现在淞沪前线，日军已经增军至27万人，陆军9个师2个旅，海军第3舰队、第4舰队全部主力，以及空军力量尽数集结。笕桥已接到命令，尽快转移，保存实力。好了，现在向中央航校以及各大队还有航光中队传达委员长命令：本校即日起，截止至11月11日0时，分批向南昌、柳州、昆明撤离。航光中队撤离目的地为昆明，撤离过程为保证安全，勿开灯飞行，飞行高度不能低于3000米，并且高度不断变换。
第11期新生学员以步行方式撤离至昆明。韩光中队原申请并获得支援协防杭州湾的任务。以现在的局势来讲，我会向层峰申请取消。今天把大家召集到这儿，就是为了传达此命令。大家都去准备一下吧。教育长，卑职人有言。说。整个杭州湾的兵力都太过于空虚，尤其是这儿。金山卫，一旦此地失守，上海战场便将腹背受敌，南京、杭州都在日军控制之下，所以这才是淞沪战场最大的软肋。属下不明白，第3战区司令长官为何反倒屡屡从杭州湾抽调兵力？金山卫。海水浅，滩涂深，地形复杂，不是理想登陆地点。可是明嘉靖年间倭寇进犯上海，走的也是金山卫。早前，这里还有第8集团军的4个师加1个旅，说明上面知道金山卫的危险性。可现在仅剩62师1部防守，这怎么守得住啊？教育长，如果把韩光中队也调走，杭州湾危在旦夕。9月，中央航空制造厂已经停工内迁。军事委员会曾经制定的空军建设防空计划，应该在民国25年完成630架飞机。可是你看今天，已经是纸上谈兵，毫无指望。咱们现在剩下的战机已经不多了，如果在11月份还没有新的飞机给咱们做补给，咱们将完全丧失空中战斗能力。战必决斗，保存实力，以应未来之战，这是咱们现在逼不得已的决定。服从命令，后天，韩光中队撤离杭州。第一，咱们现在没有敌舰的准确位置。第二，咱们的战机平行投弹没法对敌人造成致命打击。队长，二哥，为什么是我们去昆明？队长，我也是韩光中队作战员，让二哥去昆明，我离下作战。我也不去昆明，我要留下作战。抽签决定的，我亲自抽的。怎么不服啊？不服你们当上队长，换你们来抽了。抽签儿？抽什么签儿？我们在跟谁抽的签儿？再说了，凭什么抽签就是我留下？不行！连桥，是我跟队长决定的，你带陈然他们走。不行，替海军协防江阴，就是向死而生。这事儿不能就这么定了，抽签是吧？行，我要重新抽签。你怎么回事？教官，教官，我们也要留下来，不去昆明了。报告教官，我已经能飞了，空中射靶回回满环，升旗加入战斗，拱卫南京，守护杭州。对，我们也能飞了，升旗加入战斗。全体都有，立正。8月才刚入伍，有什么资格申请出战？我问你们，急速拉伸9000英尺，你们能不能做到？
大雨大雾天迫降，你们降得下来吗？更重要的是，你们杀过人吗？你们敢看着敌人的眼睛扣扳机吗？没做过，但我们会做到。我们会做到。韩光中队留下7架战机迎敌，为的就是让笕桥有未来，一代一代薪火相传。所以你们必须安全地撤去昆明，能不能做到？回答我，能不能做到？做得到。太小声了，我听不到。做得到，做得到，做得到。队长，我申请跟敌部队重新抽签。曾念桥、丁焕生留下，其他人立刻解散。队长，我说了，立刻解散。队长，你熬了2天了，睡一会儿，我跟念桥聊聊。你今天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么倔啊？队长，我这有封信啊，如果我回不来了，帮我交给海棠。你为什么不自己给的？那海域课堂的课你来不了了？有人帮我爸搞到了车票，你帮我跟周朝军他们说一声抱歉吧。那我还能再见到你吗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是我妈让我退给你们的房费，你们走了，这房子就锁了吧。对了，你们3家人有什么打算？我爸最近一直在跟云南那边谈判，我听他说一开始好像不太顺利，但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越谈越顺，好像有人在帮忙说和一样。现在那边答应把昆明罗峰山旁边的一块荒地给复华了，我表哥也去弄了10号从南昌到昆明的票。你表哥也去？那龙小姐呢？她是云南人，已经先去了。那张队长他们呢？他这个人一打仗就神出鬼没的，有时候打完了突然出现。我听说笕桥也要迁到昆明去了。如果是真的，希望能到昆明见到他吧。念桥哥跟破山哥也会去。到时候打完仗了，你能到昆明来找我们吗？没事，就让破山好好打仗吧。我还是争取早点忘了他。这剩下的书稿，也麻烦你帮我交给他。
这是破山哥让我给你的。他说这是从他胸前纽扣上摘下来的，让你戴在身上，就能听到他的心跳声。他的心跳声。嗯。他说，他的心是你的了。明日清晨6点，徐家区火车站。送票的人在哪儿啊？这火车马上就要进站了，今天得赶上，越晚走越不好走。对了，我听说那日本的飞机专门炸什么火车呀、铁道什么的。哦，保佑，哎，保佑咱们平平安安，平平安安。好，这样，我去那面找找送票的人，你们看好这行李，别乱走啊，别急。元一，元一，元一，破山，元一。我是来和你道别的。你去了丽水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若丽水也有战乱，你们就往内地走，去重庆，或者去昆明。昆明，那你会在昆明等我吗？我会去昆明继续学习作战技术，随时准备升空。不过我会把你亲手抄的书一直带在身边的。元一，我喜欢你。但现在必须放手了。笕桥已经牺牲了1半以上的飞行员，每天都有未亡人火烧纸飞机，我不能害了你。我希望你好好活下来，跟着家人去安全的地方。曾破山，我有句话想问你，你以后
你以后会忘了我吗？永远不会。但你必须忘了我，我这个人这条命，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，就不能再许给你了。可是我已经忘不掉了，我忘不掉了怎么办？你可以做到的。1年做不到就2年，2年做不到就3年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这只是我们年轻时的冲动罢了。再过1、2年，我长什么样子，都会变模糊不清，都会过去。傻子。你的眼睛、鼻子，还有你的脸颊，早就忘不掉了。曾破山，你把你的命许给了国家。那就让我把命许给你，都有一死，生死有命。我要把我的命和你的连在一起。走，爸爸妈妈，请你们成全女儿和这个人曾破山生死在一起。我喜欢他，喜欢他心里眼里有女儿，喜欢他一心为国，喜欢他志在冲天。遇见他是我的命，爱上他也是我的命。就算他以后为国捐躯，至少女儿还有过一段幸福的时光。只是女儿不孝，以后没有办法侍奉在二老身边了。今天我也没有办法再和爸爸妈妈远走，只希望爸爸和妈妈能够平安回到家里，与族人相互照应。月音，妈，你可知道，咱们这一别，也许你再也见不到妈妈了啊！我知道，女儿不孝，妈妈原谅元音。曾破山，刚才的那番话，都是我女儿讲的。我想听你亲口所说，你的打算。徐伯父，徐伯母，我作为男人，作为军人，应该勇于担当。刚才元音先我一步把这些话说出来，我感觉到很羞愧。但他刚才说的正是我想说的。他既然说了，那我没有什么好犹豫的。我喜欢他。从我在书店第一眼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他。我会用一辈子
去好好照顾他的，为国舍命是我的职责。可若我多活一天，我会用一天给他幸福；多活一年，用一年带给他快乐。请二老放心，把元音交给我照顾。你说的是心里话？心里话。起来吧。大丈夫许国，本是大义。我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，还不至于执迷偷生。只是小囡囡长大了，长得太快了。走吧。爷爷，妈。原因，我这也没带多少钱，这几百块钱，你拿好。爹没用，也没给你置办嫁妆。走了。曾国山，你记住了。别让我女儿受半点委屈，你要替我好好的照顾她，啊！我一定。走吧。爸爸，妈，妈。女儿不想。此书送于浅英。啊，宋伯伯送给你的。远赴他乡，为亲拥父，感念此暖，留饮以谢。哇，这是你曾伯伯给你们家的被子钱啊，拿回去交给你父母。你说这曾老夫子啊，好不容易买着的票，浪费了。我爹这总是不合群，给大家添麻烦。你爹啊，可有主意了。当时啊，从北平到杭州，他就想自己走着来，被我拦下了。看来啊，我们只有到昆明，才能跟他相聚了。孟伯伯，我能不能拜托您2件事啊？啊，说。这第一件就是，元英已经决定要做曾家人了。我爹这张火车票，能不能？没问题，太没问题了。谢谢孟伯伯。谢谢孟伯伯。第2件事就是，还要拜托你们，帮我把元英一起带到昆明去。那你呢？我们航校也要迁过去。到时候我们到了昆明再会。放心好了。富山哥，你们什么时候去昆明啊？今天下午就走。那念桥哥哥呢？他跟我们一起去。那咱们也是到了昆明再见。韩光中队都去吗？只有我哥和陈安教官带我们去。韩光中队其他人全部留下来协防，说是还有大仗要打。大仗？多大仗呀？这具体的我不能告诉你，只能说日军有巡洋舰，战机数量更是远超于我。他们也不只是打一场仗，而是一直打，直到……富山哥，我跟你一起回笕桥。
笕桥现在戒严了，你进不去的。我就远远的看一眼，万一遇到了呢？去吧去吧，啊，早去早回。孟伯伯，那我也去，也送送破山。去吧，啊，走吧，破山哥。快去吧。大家这一别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聚了。小心车。那咱们就在这儿道别吧，你就别进去了，否则我一会儿还得送你出来，就真走不了了。你去吧，我就在这儿看着你走。你好，这位是韩光中队中队长张启的未婚妻。韩光中队马上要打大仗了，就让他们最后再见一面吧。你好，这位是张且未婚妻。我们和门口说好了，可以过来看一下，只能待5分钟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啊。海棠，我得先归队了，你只有5分钟时间，原因就交给你照顾了啊。放心吧，破山哥，快去吧。好，那你多保重。张琪，张琪，孟海棠，赶紧跟家人离开杭州。张琪，我喜欢你。如果你也喜欢我，你就挥挥手。等你回来，我就嫁给你。你说什么？赶紧离开杭州！王老。孟海棠，他喜欢你，他喜欢你。孟海棠，我们都喜欢你。孟海棠，我们都喜欢你。孟海棠，我们都喜欢你，我们都喜欢你。一定要好好活着。
你还想回头再看一眼吗？不看了，再看就永远走不了了。那你见到张队长了吗？你跟他说了吗？嗯。不过他耳朵好像不太好，应该没听见。等他回来，我要在他耳边喊给他听。你怎么知道他耳朵不太好？我就是知道。哦。